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炒的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啊，就是关于你的队伍要如何正确的去打架，如何赚到更多的积分。那其实这个技巧呢，也不是近期才发现了，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现到，只是最近比较多的主播去讨论这件事情啊。就是在我们打一个目标的时候，通常我们的队伍会围成一个圆圈嘛，是不是？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可以解决的，就是你在你想要的那个方向，就比方说我想要这个方向，你把你的队伍连续点，你就会把你的队伍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它的 AOE 就会往前面那个方向打出去。那这样子的战斗方式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呢？最好的优点呢，就是你的队伍不会再围成圆圈了。因为如果当你的队伍围成一个圆圈的时候，比方说你有7个部队嘛，你至少会有2到3个部队是在敌方的团后面。就比方说这个是对方的球，这个是我方的球，那你的队伍肯定会跑到里面去，然后瞬间被敌方融化。第二个优点就是大多数的统帅他的 AOE 范围都是伞形范围，就是假设说你围成圆圈的话，你的伞形范围不一定会打到敌人，有可能是针对于你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比方说我这里把亚瑟拉去后面，我在敌人的后方进行攻击的时候，你们会注意看到我的亚瑟 AOE 是针对着我自己人来打的，你们可以注意看，那全部都是往前面啊，往左边往右边，但是亚瑟的 AOE 就是往前面的，看到吗？威廉也是往前面，这样子你的 AOE 就会变成无效 AOE， 就是你反而打回你自己而已，你可能没有打到多少个目标。再来就是你的亚瑟很容易进到敌方的人群里面，然后就被对方击火。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也是一样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队伍拉过来，集中在一个地方啊，停在这里之后，他就会对着前面打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。你不一定说全部要集中在一个点，你只要全部对着一个方向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要集中在一个点的话，你就要连续点你想要的那个地点，点多次，它就会集中在那里。这个操作不管是手机、平板、电脑都可以，只不过如果你们用电脑的话会比较方便操作，因为除了点击的方式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点选你们键盘的 S 按钮。S 按钮你们可以理解为是 stand 的意思，就是站着的意思。OK， 那么各位可以仔细看，这里我派出了5个队伍，然后对方这边我去打对方的一个队伍。那当你们选队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注意看到你这边是有个 S 按钮的，其实你只是需要按 S 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停在那里，它就不会围成那个圆圈了。像如果你用滑鼠的话，会比较方便一点啊，因为你有时候你按键盘，你可能要按其他的按钮啊，就变成说你有些地方可能你没有办法操作到。像我现在已经停下来了，我跑走，然后我再跑回来，我的队伍还在攻击状态，就会自动攻击，看到吗？我这个埃塞尔是完全没有去攻击我这个队伍的，只是经过而已。所以就是说，对方如果他在拉扯的情况下也好，只要他跑回来，他就是会被打的。我只是经过而已，这个红色的线我只是走过去而已，我完全没有碰到这个队伍，他所有的队伍就会攻击我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技巧来的，各位可以学起来了。但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，也是有缺点的。就比方说你的队伍全部集中在一起嘛，如果对方他的攻击目标呢是打5个目标，那你就很容易中招了。像我们之前的话，可能你的队伍会跑到后面去，就会避免掉这个伤害啦。但对方比方说他是伞形范围，打5个目标，然后刚好你全部部队集中在一个点上的话，你的部队就会全部都吃到这个 AOE。所以这有这个缺点在，但是讲真的啦，假设说你的队伍就算不用这个方式，你去打对方，你的队伍跑到对方的后面去，你也是一样会被对方的大部队所攻击的，所被打的。所以我觉得它所谓的坏处也不是说是完全的坏处啦。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发掘操作的由来是哪里来的。那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就会讲说，这个是 CPU 发现的。那确实，Cview 他也是发布了影片讲这个他发现到的这个东西啦，但是
这个并不是他第一个发现到的，而且他那时发布这个影片的时候是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讲，他只是给大家看他是如何操作而已。但是在他发布了这个影片之后，据说有一些人要求他下架这个影片，就是动到别人的蛋糕，我觉得说他把这个秘密公开出来了。其实第一个知道这个操作的人是谁呢？这个知道操作的人叫 Enzo 这位玩家。你们可以看到他在不管是之前很久以前的直播呢，他都是这样子操作，就是你会看到他会把部队集中在同一个地方，他的统帅的头像全部都在这里，往前去进攻，这个就是他的操作方法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布过影片跟大家讲哦，这个我是怎样操作的，都是一些比较心细的玩家发现到，诶，原来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打敌人，而不需要说哦，我要一直拉扯这样子的方法。而且这个方法更加有效率了，因为你的 AOE 那些全部都在前面了，然后你又可以减少你的部队会卷入人群之中，这个方法其实是可以的啊。不过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个小贴士啦，其实你的敌人融化了之后，其实你可以在攻击对方之前呢，先多点几个目标，先攻击了对方。那如果对方他在跑回来的时候，他依旧还会自动攻击，就很像我前面所演示的那个操作那样子，对方只是经过你就会自动攻击了。不管是一个目标两个目标，只要你曾经锁定过他还没有死掉，经过你的身边，你的部队都会自动攻击的。等一下我再演示给大家看。Bylech 他就专门拍了一个13分钟的影片，跟大家详细的说明哦，他这个是怎样操作的，然后他实战下来之后效果怎么样，有什么优点缺点。那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操作的也不是说很容易的，因为如果对方人很多，比方说大团的话，你其实会比较难操作一点，因为目标太多嘛，可能你的部队走去前面就直接被融化掉了。所以如果是人数少，像这种小团战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慢慢的去操作。不过现在有水晶科技的加持啦，其实要操作起来还蛮方便的。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叫 Enzo 的玩家，他可以打蛮久的。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啊。 OK， 这边有两个目标嘛，我攻击了这个目标之后，我再攻击这个目标，就是左右边的目标我都攻击。然后因为我现在要拉扯嘛，我要把我部队拉回来，那好像我这个部队离开了，但是我的贝利依然还在嘛，那我贝利拉走我的埃塞尔回来，我的部队还是会在继续攻击状态，看到吗？然后我这个埃塞尔再拉开，我再把我的贝利拉回来，进入到他们的攻击范围，他们又会再自动攻击了，看到吗？那我的贝利是完全没有锁定目标的，我没有去打他，我只是经过而已。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他就会自动攻击了，看到吗？只要你们维持在继续战斗状态就可以了。那其实维持在战斗状态很简单的，就是对方他也是会在攻击你嘛，你可能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，你的部队就会一直持续在攻击状态。就是说你们在站成一个点站着的时候，你可以优先先锁定多个目标，然后再站着。当你站着的时候，对方一走回来，你就会自动攻击他了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技巧呀。然后他攻击范围呢，基本上就是你们看到自己外面有一个圈嘛，然后对方他其实也是外面有一个圈的，只要到了这个范围之内呢，他就会自动攻击了。如果太远的话就不行啊，太靠近也不行啦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也不是我发现的，而是国服的主播南一发现的，我只是把他们找到的东西总合在一起啦。因为有些玩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嘛，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。那不管怎样啊，这个技巧也是分享给大家，你们觉得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？可能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，哦，你把这些东西传授给那些他本身能力就很强的玩家，这样他可以学到这个知识之后，他会打到更加多的击杀什么之类的。但其实这个操作也是要看场合啊，看人看场合去操作的。只不过对于现在水晶科技的情况来讲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站着战斗了嘛，这个操作其实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早期还没有改版的水晶科技之前，你的部队一进去2秒到5秒就融化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的操作。像 CPU 它发布那个影片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改版水晶吧，所以当时候
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啦，只是近期比较多主播去讨论这些事情啊，我也是，但是这个也是要根据玩家个人的操作习惯了，可能有一些玩家已经习惯了拉扯，又或者是看打架的环境啊，可能人数真的很多，没有办法让你有这样子的去操作，对方也没有什么拉扯，都是一直在往前冲，在追击你，你的部队、你的友军全部都没有在往前去打的时候，那这个方法就用不到了，也不是说这个方法是万能的，也是要根据情况，根据你们玩家的能力来操作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吧。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